当我不再只向外许愿，而是调整内在状态与一致性，频率悄然改变，世界也开始依照我所相信的版本主动回应与展开。那不是一个瞬间完成的转念，也不是某种用力的修行，而是一个很诚实的回头。我终于把注意力从外界拉回自己身上。过去的我很会许愿，也很会期待。我对宇宙说了很多想要，却很少真正去感受我此刻站在哪一个状态里。我一边渴望丰盛，一边对自己充满怀疑。我一边想被爱，一边却不相信自己值得。我的愿望很大声，内在却是分裂的。于是我等待回应，却总觉得慢，觉得卡，觉得好像哪里不对，却说不出来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突然意识到，也许问题不在于我向外要了什么，而在于我内在到底在相信什么。我开始停止只对外许愿，转而调整自己的状态，不是逼自己正向，也不是否定脆弱，而是让内在慢慢一致。我开始留意，我说出口的期待，是否和我内心的感受站在同一边？我想要的未来，是否真的被我允许进入现在的自己？这个过程很安静，没有剧烈改变，只是一些很细微的对齐。我不在一边想要，一边自我否定，不在一边祈求，一边预设失败。当内在开始一致，频率真的变了，不是我刻意感觉到，而是世界的回应变得不一样了。事情不再那么抗拒，机会出现得刚刚好，人与人的连结少了拉扯，多了自然，好像整个世界终于听懂了我真正的讯号。我才明白，世界从来不是照我说的回应，而是照我真正相信的版本展开。当我内在混乱，世界就给我混乱的线索；当我内在对齐，世界就不再需要用阻碍提醒我方向。这不是控制现实，而是一种同步。我站在哪里，现实就走向哪里。当我不再只向外许愿，而是把力气用在对齐自己，世界不需要被说服，它自然就知道该如何回应我。原来显化不是请求，而是一种状态。当我的内在与渴望一致，当我的相信与行动痛平，世界就会以它最自然的方式走向我。而那一刻我才知道，真正改变命运的不是我说了多少愿望，而是我终于成为那个已经相信愿望会发生的自己。当我不再急着向外证明价值，也停止否定内在感受，心开始踏实下来，生命与现实反而主动给出回应与肯定。那是一种很安静的转折，没有宣告，没有翻盘，只是我忽然不想再把全部力气用在被看见这件事上。过去的我很努力证明我够好，证明我有用，证明我值得被留下。我把价值交给外界评分，把安心寄放在他人的反应里，只要没被肯定，内心就立刻动摇。
于是我习惯忽略感受，只要撑得住就好，只要表现对就好。疲惫被我当成软弱，不安被我当成错误。我以为否定内在，就能换来稳定的外在，但那样的稳定其实很空，因为我从来没有真正站在自己身上。我一边向外证明，一边向内怀疑。我说我没事，心却一直在求救。我表现得成熟，内在却始终没有被接住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，不是事情太多，而是我忽然发现，我已经很久没有相信自己的感受。于是我做了一个很不戏剧化的决定，我停止急着证明，也停止否定内在。我不再逼自己一定要马上成为某个样子。我开始问，我现在感觉如何？那一刻，心开始踏实下来，不是因为答案出现，而是因为我不再逃离正在发生的自己。我允许疲惫存在，允许不确定停留，允许感受，不需要立刻合理。我第一次不是为了表现，而是为了对齐，选择慢下来。就在这样的状态里，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。我没有刻意争取，现实却开始回应。我没有要求肯定，生命却主动给出。人开始理解，不是因为我解释得更好，而是因为我不再否定自己。机会开始靠近，不是因为我更拼命，而是因为我站在一个不再分裂的位置上。我才明白，外在的肯定从来不是靠用力换来的，它是一种回声。当我内在站稳，世界自然听得见。当我不再急着证明价值，价值反而浮现，不是被定义，而是被感受到。当我不再否定感受，内在开始一致，外在也失去了考验我的必要。生命一直在看，不是看我表现得多好，而是看我是否真正站在自己这一边。当我愿意承认自己不完美，却真实；不急，却在路上，那样的状态本身就足以让现实回以尊重。原来它是不是来自肯定，而是来自停止背叛自己。当心稳住了，世界就不需要再用忽冷忽热提醒我方向。当我不再向外证明，也不再向内否定，我站在一个可以被生命承接的位置上，而那样的我自然会迎来属于我的回应与肯定。当我开始诚实面对那些被忽略的情绪，宇宙便悄悄替我把藏起来的愿望重新点亮。那不是一个宏大的决定，也不是什么勇敢的宣言，而是一个我终于不再转身离开自己的瞬间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其实知道那些情绪在失落、嫉妒、疲惫、不甘心，还有一些说不出口的渴望，它们没有消失，只是被我放在一个不想打开的角落。我告诉自己，不要想太多，不要太情绪化，要懂事，要理性，要往前看。我以为忽略就是成熟，于是我学会继续生活，继续努力。
继续表现得好像没事。但那些被忽略的情绪，其实一直在我身体里，安静地等待。它们没有吵闹，没有破坏，只是慢慢的，让我对很多事情提不起真正的热情，连许愿都变得模糊，好像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忽然停下来，不是因为世界逼我，而是因为我再也无法对内在的空白视而不见。我开始诚实，不是对别人，而是对自己。我承认失望，承认羡慕，承认其实很想被理解，也很想过一种不需要一直撑的生活。那一刻没有答案，只有情绪，一层一层浮上来。我没有再急着整理，也没有急着转念，我只是让它们存在。就在这样的允许里，一些很久没出现的感觉慢慢回来了。我开始重新感觉到渴望，不是野心，而是一种温柔的想要。我才发现，原来那些被我忽略的情绪，不是阻碍，而是线索。他们一直知道我真正想走的方向。当我愿意听他们说话，宇宙好像也听见了，不是用轰烈的方式，而是用一种刚刚好的提醒，一句话，一个机会，一段对话。那些原本藏起来的愿望开始被轻轻照亮，不是要我立刻实现，而是提醒我，他们还在。我明白了，愿望从来没有消失，只是当我否定情绪，我也一并关掉了感受渴望的能力。当我诚实面对内在，频率自然改变，不是变得更正向，而是变得一致。我不再一边想要，一边否定自己配的。宇宙其实一直很安静，它不会打断我，也不会催促我，它只是等待，等我愿意对自己说实话。当我开始诚实，那些藏起来的愿望不再需要躲藏，它们被重新点亮，不是因为我更努力，而是因为我终于没有再把自己分成两半。原来显化不是创造渴望，而是允许渴望存在。当我愿意接住自己的情绪，生命就愿意把真正属于我的可能再次放回我眼前。那一刻我知道，不是宇宙突然改变了什么，而是我终于打开了那盏一直为我亮着的灯。当我开始不再以压力推动人生，灵魂便用更稳定的方式引导我前进。那不是一个突然放下的决定，也不是某种想通之后的顿悟，而是我终于察觉，自己已经太久用紧绷当燃料，用逼迫当方向。过去的我很熟悉压力，甚至依赖它。只要感觉不到压迫，我就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努力，是不是在原地打转，是不是正在被世界淘汰。于是我用焦虑叫醒自己，用比较驱赶自己，用恐惧逼迫前进。我以为那样叫做上进，叫做对人生负责，却没发现我的灵魂其实一直在后面喘不过气。压力让我走得很快，却走得很空。每一个选择
都像是在逃离某个状态，而不是走向真正想去的地方。我开始感觉到一种说不出口的疲惫，不是身体的，而是内在的失序。我一直在前进，却越来越感觉不到方向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停下来，不是因为人生卡住，而是因为我忽然明白，如果我再继续用压力推着自己，我会先失去的，不是速度，而是自己。于是我开始尝试，不用压力驱动，不是放弃前进，而是换一种方式听。我开始留意，什么让我紧缩，什么让我放松，什么选择做完之后，内在是安静的。那个转变，一开始其实很不安，因为没有压力，我不知道该往哪里走，我甚至怀疑，这样会不会变慢？会不会错过？会不会不够？但就在我愿意放慢的时候，灵魂开始说话了，不是用呐喊，而是用一种稳定而一致的感觉。我开始知道，哪些事情该继续，哪些事情其实已经完成，不是靠分析，而是一种内在的对齐。我不再被逼着走，却更清楚方向。灵魂的引导，没有急迫感，它不会恐吓我，也不会催促我，它只是反复带我回到一个不需要撑的位置。我发现，当我不再用压力做决定，很多原本看似重要的事自然淡去，而真正属于我的路反而开始浮现。这样的前进没有冲刺的刺激，却很踏实。我不再每走一步就怀疑是不是走错，因为我的内在终于站在同一个方向上。原来压力带来的速度从来不是自由，而稳定带来的节奏才是长久。当我停止鞭策自己，生命反而愿意轻轻牵着我走。灵魂不是要我更快，它只是要我不要再迷失。当我不再以压力推动人生，我终于听见那个一直在等我的声音。它没有给我答案，却给我方向。它没有要求表现，却让我每一步都更接近自己。原来真正的引导从来不是逼出来的，而是在我愿意放下压力的那一刻自然出现。当我不再用力推人生，人生也不再需要用失控来提醒我停下。我走得不快，却很稳。而这一次，我知道自己真的在前进。当我愿意用理解代替批判，内在的纠结便开始慢慢松开。那不是因为问题突然消失，也不是因为我终于想通了一切，而是因为我第一次没有站在高处审判自己，而是选择走近。过去的我很习惯批判，批判情绪，批判反应，批判那些不够成熟、不够稳定、不够正确的自己。我以为那样叫做自省，却没发现，那其实是一种长期的内在攻击。每当我感到低落，第一个出现的不是安慰，而是质问：为什么又这样？怎么还没学会？是不是又想太多？我很少真正听情绪说话，只急着让他闭嘴。
于是内在变得紧，不是因为事情难，而是因为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安心的存在。每一个感受都必须先通过审核，每一个脆弱都要被修正。我好像永远在对自己说，你这样不行。那样的状态让我很用力，却一点也不轻松。因为批判不会让人前进，它只会让人卡在原地，一边想改变，一边却不敢诚实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忽然停下来，不是因为我变得更好，而是因为我真的累了，累于那种永远站在对立面的内在关系。我开始尝试理解，不是马上，也不是完美，而是在每一次想批判时，先多问一句，这个感受是想告诉我什么？那一刻，内在没有立刻松开，却第一次没有再收缩，情绪不再被打断，念头不再被驱赶，他们开始慢慢说完。我发现，那些我一直想修正的状态，其实都有原因。疲惫不是懒散，而是过度承担；焦虑不是脆弱，而是太想把事情做好；逃避不是失败，而是已经撑到极限。当我开始这样理解，纠结不再那么用力抓住我，不是因为我变得更理性，而是因为内在终于有人愿意站在他那一边。理解不是纵容，而是一种安全。当内在感觉安全，他才愿意松手，才不需要用反复的情绪提醒我他还在。我慢慢明白，很多纠结不是解不开，而是因为在被批判的环境里，他们无法被放下。当我愿意理解，不再急着下结论，不再急着修正自己，内在开始回到原位，不是整齐，而是真实。那种松开，不是瞬间的释放，而是一点一点，像是长期紧握的手，终于知道可以放。我开始对自己说话温和一点，不是因为我变得脆弱，而是因为我终于懂得，真正的成长不需要敌人。当我用理解代替批判，内在不再反复对抗，我不再一边想前进，一边消耗自己，那些原本纠缠的情绪慢慢找到了出口。原来内在的纠结从来不是需要被拆解，而是需要被接住。当我愿意这样对待自己，他们自然会在被理解的空间里慢慢松开。当我停止用匮乏看世界，世界便开始以富足的方式回应我。那不是因为现实突然变多了，而是因为我不再站在永远觉得不够的位置上。过去的我很习惯用匮乏看事情，看时间不够，看资源有限，看机会稀少，看自己总是慢一步，好像只要一松手就会失去。于是我抓得很紧，对选择紧，对关系紧，对未来也紧。我害怕错过，害怕失去，害怕如果不先为自己保留，世界就不会替我留下。匮乏让我努力，却也让我疲惫，因为我总是在计算，总是在比较，总是在衡量，够不够，值不值，会不会轮不到我。
我没有真正感到安心过，即使得到，也不敢完全拥有，因为在匮乏的眼光里，任何美好都像是暂时的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突然意识到，世界之所以看起来那么吝啬，也许不是因为它真的匮乏，而是因为我一直用防备的方式在接收。于是我开始尝试，不是让世界变富足，而是让自己的眼光松动。我不在第一时间想会不会不够，而是问此刻已经有什么。这个转变很小，小到不像一种觉醒，只是我开始注意那些一直存在却被我忽略的支持，那些其实流向我却被我当成理所当然的片刻。当我停止用匮乏解读，心慢慢放松下来。我不再急着抢，不再急着证明，不再把每一次选择都当成唯一的机会。就在这样的状态里，世界的回应变了，不是突然给我更多，而是我开始接得住。机会不再让我紧张，因为我知道错过不等于结束。关系不再让我委屈，因为我不再用匮乏交换被留下的可能。我开始发现，富足不是数量，而是一种流动。当我不再抓紧，事情反而愿意靠近。当我不再害怕失去，选择反而变得清楚。世界其实一直很丰盛，只是匮乏的眼光让我看不见。当我内在松开，世界也不需要用考验来提醒我安全感。我开始用不同的方式与金钱相处，与关系相处，与时间相处，不再是怕不够，而是信任会来。这种信任不是盲目，而是来自经验。当我不再用匮乏站在世界面前，世界真的开始以富足回应。不是每一次都顺利，不是每一步都轻松，但我不再觉得人生是一场资源争夺战，而是一条持续流动的河。当我停止用匮乏看世界，我也停止把自己放在缺少的位置上。我开始站在已经拥有的地方，而就在那个位置，世界终于可以放心地靠近我。不是因为我抢得够快，而是因为我已经准备好接住。原来富足不是外在增加，而是内在松开。当我不再用匮乏发出讯号，世界自然会用丰盛回应我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